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产品是川渝这家公司它所发售的一套美国海军的史密斯驱逐舰 DD-17。DD-17它是1908年的产物，所以它是一战前就面世的一艘美国海军的驱逐舰。那这个题材目前在市场上一直都是处于一个空白的状态，所以川渝就填补了这个空缺，让美国海军的船迷可以多一个选择，有一个新的船可以来制作一下，体验一下，看看美国海军在一战前的船是长什么样子的。那比例呢，它一样是1:350的比例。那它是排水量大概介于700吨到900吨之间，所以它体积是非常小的。我们可以看到它跟我常做的日本海军的战列舰来比较的话，它的体积真的算是非常的小。那小归小，这一艘史密斯驱逐舰，它是由 Verifier 代工生产从设计、代工、生产、制造到贩售都是 Verifier 包办的。所以以细节来讲的话，之前我们常做 Verifier 的，不管是它的巡洋舰、它的武藏号、它的大和号以及它的大凤号， Verifier 在细节都有相当突出的表现。而且最近我又在制作了2艘 Verifier 的大和号之后，我才发现它并不像我之前所批评的那个样子，还有很多的组装是你要不断更换你的方式去组装，它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密合的一个状态。所以之前我对 Verifier 的批评，我觉得是有点不太恰当，对，所以这一次做完了 Verifier 的大和号，我就觉得其实 Verifier 它不只是细节漂亮，它连组装上真的都没什么问题那 DD-17也是由 Verifier OEM 的，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DD-17它里面的细节是长什么样子。OK， 首先呢，我们看盒子的大小，它的盒子相当的小，因为它船本身就没有很大。那旁边呢，它的细节图它有稍微展示出来给你看了一下，后面你就可以看到它的板件，塑胶射出的板件是2块，那其他由3板的 3D 列印件去构成了很多的细节的产品。再来就是它有一张甲板的遮盖贴纸这种预切式的甲板的遮盖贴纸。在美国海军的船上，它的甲板一般来说就是那种海军蓝的那种甲板色，所以它跟船身是完全不一样的颜色。那附上了遮盖贴给你呢，这种预切式的遮盖贴可以让你很方便的在制作的时候，你已经喷完了甲板色以后，遮盖贴贴上去以后，你再安装你的栏杆，安装栏杆以后直接喷上舰体色，再把你的遮盖贴纸撕掉，这样就可以完成船身跟甲板的涂装。所以有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的。 OK， 那蚀刻片的部分它是给了1片的蚀刻片，毕竟这个船本身就没有非常的大，所以它所使用的蚀刻片数量本来就不多，然后包含了2个金属的，这应该是不锈钢的船台支架 OK， 还有鱼雷鱼雷的后面它的推进器，这个也是使用 3D 列印件，包含美国国旗的水贴桅杆的部分呢就是使用了金属件包含了主炮的炮管应该也是使用金属件OK， 我们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这个是川渝的产品的介绍书。其实川渝这家公司在我5、6年前刚开始玩模型船的时候，我就有听过这家公司，只是那个时候我一直以为川渝它是专门在
生产给一些遥控模型所使用的一些舵啊、桨啊、方向机构的这些东西。然后后来我才了解，其实他做了很多很特别的模型船。包含这种日本海军用的起重机干式船坞以及大比例1:200的日本海军驱逐舰，然后还有一些改装的还有再来会有1:200的日本航母所以它的东西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多的。背面还有那川渝呢，应该是在下半年度还会有一艘非常出名的美国海军的战列舰会上市，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OK， 再来呢，它的说明书印制的方式也是相当的精致。然后上色的指示说明使用了什么颜色的，大概是什么样颜色的涂装给你来一个标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甲板上是属于海军蓝的一个深蓝色，舰体使用舰体灰。然后各部细节的 3D 图也有做给你看了一下。好，再来就是内部的板件、3D 列印件、金属车质件、蚀刻片、遮盖贴纸以及水贴贴纸这些东西组装起来的示意图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设计的亮点，在它的舰桥1:350的舰桥已经相当的细小了。它在里面做出了内构，它有内部结构。早期的这种船舰它的舰桥的上面的这一个东西其实应该是一块帆布，所以它是可以掀开的。那如果你是做掀开的这个状态的话，那你就可以保留舰桥里面的这一些机构它都有做给你，所以你就可以保留这些东西，显示一下你的细节。OK，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很多的这种 3D 的渲染图上，它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小细节，它都有画出来。它只要画得出来，我相信 Verify 它就做得出来。OK， 再看一下船身，在说明书上一样，它做了相当多的焊接纹路，所以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包含你看得到的这些地方，它也尽量做了一点点的内构给你看。以细节来讲的话，我觉得虽然它只是一艘小驱逐舰，一战的驱逐舰，一战前的驱逐舰但是它细节一样没有少3D 图都做得非常的漂亮。而且我们可以观察得到，以中国大陆他们所出的船模的说明书，跟我们以前阅读日本他们所出的说明书不太一样。日本它就是一个步骤一个步骤一个步骤画图出来给你看，怎么安装怎么安装怎么安装。那中国它所出的就是一部分切下来，然后上面有使用什么样的零件，全部都标示给你看，所以你再一个一个一个自己的去安装，就是差在我们阅读说明书的习性不太一样而已。这样子你要说它不清晰吗？其实它也是很清楚啊，该有什么东西它全部都有。然后包含它后面还有一个方向机舵的控制，这一些全部都有做，而且也都是蚀刻片跟塑胶件所做起来的，所以很特别啊，真的，这些设计相当的特别。可以看到 OK， 好，再来就是烟囱的部分。史密斯有4艘驱逐舰同级舰，那分别是在不一样的造船厂所生产的，所以他们的锅炉的摆放位置也不是全部都统一的，它有可能是烟囱摆放的位置会有点不太一样。那这一艘因为它是1号舰是史密斯号，所以
它烟囱的位置就是固定在这个地方。其他的3艘同级舰，如果有资料的话，那你们可能就可以改成其他的同级舰。OK， 那就是说明书的部分。好，那再来我们就看一下其他的零件。其他零件呢，我们先来看一下 3D 列印件。3D 列印件呢，是目前市场上的趋势。它没有模具上的限制，所以你制作起来，它的细节会相当的丰富，而且你只要把支撑给拆掉，然后上个色就可以粘上去，非常的方便。然后再看大部分的细节，包含探照灯，全部都在里面。鱼雷发射管也在里面。这个是鱼雷发射管。那他有强调说，由于担心零件会有损坏或者是遗失的状态，所以他有的零件它是有多给了一些数量的，所以尽可能的去辅助玩家，万一零件做坏，看有没有可以替换的东西，然后他如果有多的零件，那就可以及时的补救。OK， 再来就是传声的部分。之前我有提到，这是由 Verifier 它所代工生产的史密斯号，所以你看，光是船身上的细节就相当的锐利，很立体，很漂亮，而且板件看起来就是哇，干干净净的，细节非常丰富。然后甲板上的纹路清晰可见，也是看得相当的清楚。那顺带提到一点，你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以驱逐舰来说，不要说驱逐舰，大部分的船舰，包含是巡洋舰，你都可以看到，其实它的甲板中间是凸起的。你看，被船身挡住，甲板中间是凸起的，然后两侧是往下的，那是有助于海浪打上来以后，可以帮助海浪快速的排水的一个设计。所以甲板的中线是比较高的。日本海军的巡洋舰也有这个设计，中间是高的，两侧是低的，有助于海水的排出。OK， 再来，金属舰包含了桅杆、鱼雷以及主炮，它就是一小盒金属件给你。再来这一版，你可以看到，哎呀，野火一贯的作风，细节丰富，铆钉都在上面，烟囱上面的铆钉都有设计出来。OK， 好，再来就是小艇。Verifier 所设计的小艇，它不会在里面这些木纹的地方留下推出口，它把推出口设计在旁边，让板件在离模的时候不会去顶到里面的这一个工件，所以就不会留下痕迹。所以你在制作 Verifier 它的小艇的时候，你会觉得其实只要上色而已，其他都不用，非常简单，不用修，不用补，你只要把旁边的注料口切干净，上色，这样就结束了。不然大部分的厂商它可能在小艇的里面，就在前面跟后面会有2个圆点是凹下去的，
你在那边必须要填补那两个缺口，然后重新刻出木纹的形状。那 Mirrorfire 的小艇都不需要做这些动作，我是觉得它这个地方就做得非常的棒。OK， 因为它板件比较少，所以也没有什么很多的零件可以看。它零件现在大部分细节就是改成 3D 列印件给你，然后包含蚀刻片。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蚀刻片，就是一些栏杆类然后后面的护栏以及剑桥上面的那块帆布，这一些给你的蚀刻片，包含一些小的吊车这一些。那这两块，这个是 stainless 不锈钢的一个船台支架，然后让你把模型做好了以后，直接放在这个支架上。那后面就是我们提到的甲板的遮盖贴纸，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好，那我们就另外再找时间来制作美国海军的驱逐舰，因为我后面还有排很多的工作，另外还有一艘大和号要制作，然后还有一艘高雄的重巡洋，所以其实我要凑出时间来做这一艘，也可能需要过一阵子。那我相信原厂公布它是觉得一般的玩家可以大概在5-6个小时以内就完成组装，然后就可以去上色，所以照理来说它应该是一个非常好做的一套模型。那如果有玩家看了觉得这个细节 OK 的话，就请洽你们各地的模型的经销商去购买这一套模型回来做看看。我是觉得体验应该会相当的不错，因为以我做了这么多 Mirrorfire 的船，它的组合度真的是以目前来讲，在350的船舰里面，它真的是算很厉害的一家公司了，真的。所以它的产品我是不太会去怀疑它的产品。那喜欢这一艘史密斯的船模的这些朋友，那就找一下当地的经销商，然后去购买这一套吧。OK， 我今天的开箱就到这边，细节给各位看过了，我们再找时间来慢慢来做这一艘驱逐舰。OK， 感谢各位，我们下一集见。